2024年10月24日啊，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呢公布了最新的移民规划。全新的3年移民规划中呢，2025年的移民配额从原计划的50万呢缩减到了39.5万，2026年呢进一步缩减1.5万，目标为38万，而2027年呢则要在前2年的基础上再度减少，将目标调整为36.5万。Now,It is time to make the adjustments to stabilize the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we need and get it working right for Canadians for right now. 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we will reduce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we bring in over the next 3 years, which will result in a pause in the population growth over the next 2 years.这个呢是自2015年自由党执政9年以来啊第一次减少移民配额的规划，更是标志着加拿大移民数量在持续多年的稳定增长之后呢，开始首次出现大范围的一个下降的势头。加拿大的联邦政府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缩减的配额呢，对什么样的移民项目会产生最大的影响？那么加拿大的移民未来的长期走向又将如何？今天大伟呢就来给您带来一个详细的分析。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呢，每年会在10月底发布未来3年的移民配额规划。那么本次发布的呢，就是2025到2027的3年，而其中啊，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2025年的规划。原因主要有2点啊，第一是次年的移民规划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说呢，本次的2025年啊是确定的移民数量，而后面的2年，26年和27年的数量呢，肯定会根据未来的情况有所调整。第二呢，以目前加拿大的联邦政局，在2025年底的这个联邦大选当中，目前执政的自由党是基本没有可能连任的，保守党获胜呢，基本已成定局了。而一旦保守党上台呢，移民作为最重要也是最受关注的联邦政策之一呢，必然会有所改变。所以啊，本次的26年、27年这2年的规划呢，几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明年，也就是2025年的移民规划，跟之前相比到底有哪些变化。首先呢是移民的总人数，也就是每年批准的 PR 永久居民人数。那么之前的规划呢是2025年批准50万的 PR 啊，那么现在最新的规划呢是缩减到39.5万，下降了整整21%。这也是自1980年以来呢，加拿大 PR 数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当然了，疫情期间是除外的。那么在我们详细分析各个带来影响的移民种类之前啊，我还是要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加拿大的移民体系。从大类上来讲呢，加拿大的移民分为经济类、亲属团聚类、难民以及庇护类以及人道主义移民4大类啊。我们先来看最重要的经济类移民。那么在之前的规划当中啊，2025年的经济类移民啊，总人数是28.1万。而新规则下呢，则是变成了23.2万，那么直接缩减了将近5万人，降幅呢达到18%。而在经济类移民当中啊，全新的规划呢，则是细分成了8类的项目，这个呢跟以往的分类有一些不同。首先呢，排在第1位的是叫做 Federal Economic Priorities 啊，联邦经济优先项目。这个名字呀，听起来非常的高深莫测，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以往意义项目当中的单项邀请，比如说呢，医疗职业、这个运输类职业、技工类职业以及人数最多的法语类职业。但是呢，这些职业呢是根据市场需求啊随时变动的，移民局呢有极大的裁量权。这一类的全新2025的规划呢是41000人啊。第2类呢是叫做 In Canada Focus。也就是说，加拿大境内侧重也是一个全新命名啊。其实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原来的 CEC 加拿大经验类移民。那么这类的全新配额呢是82000多人。那么这2类项目都是一个全新的划分，而在之前的规划当中呢，是被统称为高等级技术移民。那么之前的规划呢，2025年这个高等级技术移民，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前2类，它的总人数将是11.7万人。而在全新的规划当中呢，这2类目标加在一起呢是12.4万人。您可以看到啊，不但没有下降，还有了一个将近6%的一个上涨。而在这其中呢 ，CEC 加拿大经验移民的数量提升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根据实际人数啊，2023年 CEC 经验类移民的 PR 数量呢是4.2万人，
而2024年呢，根据1到8月份的一个数据呢，预估全年的 CEC 的人数将会达到5.5万人。但是呢，在全新的规划当中，2025年 CEC 呢将会达到创纪录的8.2万人，涨幅呢非常的惊人。那么这也是在全新规划当中啊唯一一个利好的消息。也就是说呢，在2025年的加拿大移民呢将会更加侧重有加拿大留学和工作经验的人。那么这里面啊，我们大概说一下 CEC 经验类移民的要求。其最基本的要求啊，就是要有加拿大1年以上的本地工作经验啊。高等级工作的话呢，他们的语言的成绩要求是要达到 CLB7， 低等级工作呢，语言是要达到 CLB5啊。满足这2个基本条件，就可以入池这个 Express Entry 了。然后呢，移民局再从这个池子当中定期邀请分数最高的申请人。那么目前呢 ，CEC 的常规邀请啊，分数一般是在510分左右。而一个29岁以下，那么加拿大读完硕士，语言成绩 CLB9啊，积累满3年的这个加拿大本地工作经验，它的分数呢是513分，可以说呢难度还是不小的。而如果呢2025年 CEC 的名额大增，那么它的分数呢必然会有所下降，这也给了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人呢更多的移民机会。但是呢，理论上的利好呀，并不代表实际情况就会容易很多。现实当中啊，我们中国人能够真正通过 CEC 移民的人呢，还是寥寥无几。2023年一共有2180个中国人通过 CEC 实现移民，而2024年前8个月呢，只有1480人，全年预计也就是2000人左右。那么即使2025年 CEC 的配额翻倍啊，达到4000人，要知道呢，中国人目前持有工签和学签在加拿大的总人数至少在30万人以上。那么4000人对比30万人，这也就意味着只有金字塔尖上最优秀的人啊，年轻、高学历、语言满分，再加上本地多年的工作经验才能够胜出。而更多的人呢，还是需要雇主的利米亚批文加分，或者通过省提名雇主移民拿到 PR。而从加拿大政府的角度呢，加大 CEC 的配额呢，无疑是在表明一个态度，那就是帮助留学生和务工者解决身份，以缓解目前临时居民太多的问题。那么移民部长米勒最近刚刚承认，目前境内的临时居民数量呢，已经接近了300万人。而我曾经多次说过其实实际数量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目前加拿大各界批评最多也是最急需解决的，就是临时居民过多的问题。而这次的移民规划的调整呢，在所有的移民项目当中人数大减，唯独 CEC 经验类的移民数量翻倍。其实呢，它的象征意义呢，我相信是超过实际意义的，只不过呢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缩减了一部分其他项目的人数，放到了 CEC 上而已。那么局部上来讲呢，2025年的 CEC 分数呢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降低啊，一些有利米亚加分或者极其有优势的这个硕士留学生呢将因此受益。但是从宏观上来讲，对解决目前加拿大的人口暴增问题以及缓解移民竞争白热化的困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是呢，无论如何，从微观上来讲，来加拿大工作1年，有利米亚加分和高语言成绩，那么在未来的1年呢，移民的成功几率呢，相对还是要更大一些的。我们再来看商业移民，商业移民呢，在2025年最新的配额呢是2000人，而之前的规划呢是6000人。商业移民也是在所有移民项目当中下降比例最大的一个。商业移民当中呢，包含是自雇移民和 SUV 创业移民2大类。自雇移民呢，是针对艺术类和体育类职业的一个杰出人才类的一个移民。该项目呢，于2024年的4月30号呢，是因为积压人数太多而暂停2年。而 SUV 创业移民呢，则是目前加拿大联邦唯一仅存的一个企业家类的移民。那么在真实的审批当中2024年全年预计呢，将会有2000个自雇 PR 获批6000个 SUV 创业移民 PR 获批。换句话说24年总共将有8000人获得商业移民的一个 PR， 而25年这个数字呢，一下子就会缩减到2000人，甚至在26年还会进一步缩减到1000人。说实话这是本次调整当中我最心痛的一个部分。那么自雇移民呢，是艺术和体育界人士呢的一个杰出人才类的移民，它的审核呢主要是依靠人工，
那么审核的综合性和真实性呢，相对来说也是更强的。选拔出呢，也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跟体育界人士，那么为加拿大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贡献。而 SUV 创业移民，那么刚刚步入一个快速的一个成长期。该项目在2013年启动以来呢，已经是培育出了很多的优秀的创新型的一些科技公司，尤其是在2024年啊，其 PR 批准量将会达到6000人，是2023年的4倍。无论是加拿大社会还是对于申请者来说呢，这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加拿大在涌入太多的低端劳动力之后呢，开始重新重视商业移民啊，寄希望于商业移民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商业机会、科技创新、就业岗位以及资金。而加拿大的商界、金融界也都渴望着更多的商业移民。移民顾问和律师界呢，也一直都在呼吁加大商业移民的一个力度，并且呢 ，SUV 在近年的火爆程度也能看出其受市场追捧的一个程度。其实呢，社会各界对于 SUV 都是处于一个给予极高期待的一个状态。这里面啊，我们再说一个小的知识点，您别以为中国又是像其他商业移民一样啊，是 SUV 的一个申请主力。恰恰相反，中国大陆的申请人呢，在 SUV 项目当中呢，只能是排名第5，前4名分别是伊朗、印度、越南和中国香港。那么其人数呢，都要大大领先于中国大陆。你想啊，本来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备受推崇的移民项目，但是今天的政策呢，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啊！商业移民恰恰成了被砍掉最多配额的项目。您就是说，按照大盘的这个整体缩减比例20%的份额，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呢，在商业移民当中呢，却整整缩减了300%。无疑啊，未来积压的自雇移民以及持续不断加入的 SUV 创业移民，在未来的审理周期呢，都将会延长。但就像是我在之前说到的，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关注2025年的移民配额就好？那么就是因为加拿大的联邦大选将会在2025年的10月份举行。那么届时呢，自由党下台基本上没有任何悬念。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加拿大338 Canada 的一个民调，那么目前保守党的支持率呢是42%，而自由党的支持率呢只有23%啊，自由党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连任。那么一旦保守党重新执政之后呢，大概率会重新再加大商业移民的一个侧重。历史上啊，加拿大的联邦投资移民就是在1985年由保守党的马尔罗尼政府推出，而 SUV 创业移民呢，也是在2013年由保守党的哈珀政府创立的。那么保守党的一个基本思路，那么就是对经济和移民更加务实，那么很少做政治正确的表面文章。所以啊，只要度过2025年的一个低谷期，我相信呢，商业移民一定会在2026年迎来一个转机。那我们再说下一类的这个移民项目，也就是联邦经济类试点。那么其中包括农业项目、保姆护工项目以及偏远小镇项目。那么该大类之前的2025规划呢是14000多人，而新规划下呢则是缩减到了10900人，下降比例呢达到了26%。再往下一大类呢是 AIP 大西洋移民项目。那么该项目呢是在2017年启动的一个试点，那么在2021年呢转成了一个永久项目，是联邦呢专门为大西洋4省而设立的一个雇主担保的一个移民项目。之前呢2025年规划呢是6500人，而现在呢缩减到了5000人，下降比例呢是13%。下面我们就要说说最关键的省提名移民项目。加拿大的移民啊，与美国的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呢，美国只有联邦有选拔移民的权利，但是呢，加拿大除了联邦，各个省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拔移民。只要是省里选出的移民呢，虽然还是要再经过一道联邦的审理，但是呢，联邦对于省提名的申请人一般也不会过多的干涉，拿到省提名也就几乎等于移民成功。而省提名对比联邦移民啊，有2大好处。第一个就是名额多，加拿大所有的省提名这个 PR 名额加在一起呢，在2013年达到了100800多人，而2024年全年呢，更是将达到12万人左右。那么如果按照大类来分的话呢，省提名移民是加拿大移民人数最多的一个大类。那么省提名移民的第二个优势呢，则是它要
它的要求啊是要比联邦更低，也更灵活，更加适合中年人移民。尤其是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呢，省提名也是加拿大所有移民项目当中人数最多的。2023年啊，总共有20875名中国人通过了经济类移民来到加拿大啊，其中呢，省提名就达到了9980人，占到经济类移民的一半。而剩下的一半呢，则是联邦高等级技术移民以及商业类移民，是各占5000人左右。可见啊，省提名移民对于中国申请人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呢，在本次的2025年的一个规划当中，省提名的配额从原来的12万大幅缩减到5.5万，砍掉了一大半。省提名的缩减幅度呢，虽然比不上前面提到的商业类移民，但是呢，省提名的人数众多，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更大，尤其是对于留学生来说呀，更是当头一棒。我们之前说过呀，联邦经验移民 CEC 呢，虽然是专门针对留学生准备的，但是呢，由于竞争过于激烈，门槛呢也是被抬得极高，只有极少数的顶尖人才能够胜出。其实呢，大量的本科、专科留学生，其唯一的选择还是省提名移民。2024年啊，由于留学生和毕业工签的持有者暴增啊，导致各个省提名的难度呢也是直线上升。这个安省跟 BC 省呢，只有少数的理工类硕士才有希望获得省提名，而普通的留学生呢，则是望尘莫及。而阿省、萨省、曼省以及大祥省份呢，没有一处不是人满为患、哀鸿遍野，以至于学生抗议示威甚至绝食的事件都不绝于耳。而本次省提名的配额减半呢，势必会导致竞争进入到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个激烈程度，尤其是对于留学生。而自由党政府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过去3年为了经济，为了所谓的劳动力，吸引来了大量的留学生和务工者。但是现在呢，人太多了，民怨太大了，那就索性关门，直接把人 kick out。而在所有经济类移民当中啊，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移民，就是魁北克移民。魁北克省的移民啊，是独立于加拿大整个移民体系以外的啊，单成一派。那么这次配额的调整啊，魁省的移民依然是维持在34500人，与之前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呀，其他省的移民砍掉大半，但是魁省的配额依然是巍然不动，以至于一个省的配额，那么相当于其他12个省份加起来一起的60%还要更多。您要问为什么？其实除了魁省独特的历史和政治因素之外呢，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加拿大的一个政治格局。自由党呢，在失去了 NDP 的一个支持后呢，只能是依靠魁人政团才能够保持在议会当中的一个多数席位。而本次至关重要的移民配额的一个调整呢，自然是不能动了魁省的蛋糕，而且呢，还要加大法语移民的数量，以讨好魁省和法语选民，就是这么简单。您说这样的移民调整到底是为了加拿大的利益啊，是为了恢复移民体系的公平和完整，还是为了一个党派的政治利益？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啊，我们要再说一个要点，就是在全新的规划当中呢，移民部要将非魁北克地区的法语 PR 数量呢，从原来的这个占所有移民的占比 5% 提升到 8.5%。也就是说呢，2024年将会有接近3万多人是通过联邦移民的法语特殊优惠政策而获得 PR。那么这些移民呢，主要是来自于海地、刚果、喀麦隆、尼日尔、几内亚和卢旺达，这些呢都是前法国的殖民地国家。而这3万多人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之前一开始提到的联邦经济优先项目，也就是意义中的法语邀请。您可以这么理解啊，未来的1年啊，甚至包括我们过去的1年，加拿大已经不再邀请联邦技术移民了。这个曾经的加拿大的旗舰移民项目的所有份额啊，将会由法语单项邀请替代。而最关键的是呀，法语申请者的意义邀请分数呢，比英语要低了100分。一个来自于非洲的法语母语申请者，凭借着法语成绩和很普通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就能够轻松的在海外直接拿到加拿大移民身份。而一个在加拿大读书工作了多年，他的英语成绩达到满分的申请者还移不了民。您想想，这公平吗？
我们不去讲法语申请者跟这个英语申请者孰优孰劣的问题啊，讨论这个问题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呢，加拿大是一个双语国家，前总理老特鲁多在将这个多元文化政策作为加拿大的一个基本国策推出的时候就说过，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凌驾于另外一种语言之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凌驾于另外一种文化。但是为什么现在就出现了移民政策向法语一边倒的态势？讲法语就成了这么大的优势，就成了移民最大的一个砝码。我不是说要反过来给英语申请者这样的倾斜，但是我是希望能够回到之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样，给两种语言的移民申请者同等的地位，同等的重视。说到这儿啊，经济类移民也就差不多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亲属团聚、难民和庇护以及人道主义移民的配额。亲属团聚的配额呢，是从11.4万人下降到了9.4万人，下降幅度呢是18%。难民及庇护移民呢，是从7.6万人下降到了5.8万人降幅23%。人道主义移民呢，是从1.3万人下降到了1万人，降幅呢是28%。那么亲属团聚移民降幅较小非常好理解，因为执政党得罪不起本国的居民，怕失去选票。而最应该缩减的难民、庇护以及人道主义移民呢，却没有得到一个大幅的减少。我并不是反对难民但是以目前加拿大的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承受能力，已经无法承载这么多的难民了。因为入门的工作岗位已经严重饱和，难民来了以后也找不到工作，光靠加拿大政府的救济呢，也很难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在加拿大的日子呢，其实比任何人都不好过。那么现在的难民呢，也是怨声载道，也是在天天骂娘，甚至呢还会产生很多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加拿大目前的形势根本没有能力去接纳这么多的难民，接纳难民也是要量力而行的。但是呢，偏偏本次的难民配额呢，并没有像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大幅的一个降低。好了，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呢是，本次移民配额的大幅降低呢，是极其失败的一个政策调整，再次展现了加拿大政府将移民作为政治工具的一个意图。目前加拿大的移民问题呢，是过去3年吸引了过量的临时居民，而非永久居民。加拿大在2023年的总和出生率呢，已经是下降到了1.2在西方所有主流发达国家中是倒数第2，仅次于西班牙。那么新生儿不足，人口迅速老龄化，作为福利国家的加拿大，如果没有移民的补充的话，未来将会难以为继。那么每年50万的永久居民配额，也就是移民数量，这本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字，甚至未来还需要继续扩大。因为即使是按照每年50万的移民流入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呢，加拿大也是没有可能完成人口达到1个亿的一个公认目标。移民是加拿大的一个永恒话题，也是一个基本国策，更是自由党和保守党一个难得的一个共识。甚至呢，多伦多星报的记者还曾经爆料自由党的小特鲁多政府呢，还曾经考虑在疫情后把年度移民配额提升到每年100万。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是积累了150年的经验，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走到的今天。所以我相信每年50万的移民配额并不是一个过分的数字。但是呢，就是因为自由党政府最近3年的急功近利，以10倍的速度大量的引入了临时居民，希望利用临时人口的红利来拉动经济那么结果呢，导致短时间内人口激增，社会乱象丛生。其实你就是每年引入100万的永久居民，3年300万人，结果都要比现在要好。因为你引入的是真正的移民，是真正把加拿大当作未来的家园，真正带着家庭、存款和对未来所有的期许来建设这里的人。而临时居民最大的问题呢，是对未来无法掌握，没办法把这里当作真正的家。而为了移民的一纸身份呢，他们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们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却没办法在这里积累事业。他们即使卖掉了原来的房子，却不被允许在加拿大购买自己的家园。他们希望通过努力来拿到身份，但移民政策却一天一变，越来越不公平，只有靠投机取巧才能够留下。他们被一个美好的承诺吸引来到这里，
因为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呢，美国不再欢迎移民，小特鲁多却敞开怀抱，欢迎任何一个想来到这里的人。但是呢，仅仅过去了7、8年的时间，加拿大却变了一副嘴脸，现在在想尽办法把那些带着梦想而来的人踢出门外。这就是典型的加拿大式背叛，典型的一个临时居民的悲哀。现在的加拿大就像是一个已经装满了水的漏斗，本来是应该阻止继续往里加水，那么让现有的水呢能够有序的、顺畅的，甚至更快速的流下去。但是呢，本次的移民规划的调整，等于是缩小了漏斗的瓶颈，水流量越来越小，上面的水呢却越积越多。再这么下去呢，上面的水就会大量溢出，倾泻而下，而下面的呢，就是原本稳定的加拿大社会。有人评价说呀，这次配额的改革呢，并非是现任政府真正想解决问题，而仅仅是想表明一种姿态，从而把问题留给下一任接棒者。你看啊，我们已经出台政策解决问题了，后面呢，能不能把人赶出去，就看你们的了。无论如何呀，2025年对于移民申请者来说呢，都将是艰难而漫长的一年。但是呢，困难与机遇并存，高语言成绩、加拿大本地工作经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依然是移民制胜的法宝。而我相信呢，转机一定会到来。让我们期待2025年10月的大选，期待改变。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